我停泊，守护我梦想的颜色，爱的轮廓，旅途终点是你在等我。风声响，吹痛胸膛，懵懂少年模样。白月光，眼角的霜，望不穿的远方，流浪。再见，年少痴狂，爱恨心伤，远去的一角残留着余香。爱的答案被你藏在黑色眉宇中央。时光流转，缘分去了又散。岁月变迁，就算沧海桑田，可不可以不要让我一个人独自唱这一首爱的交响？告诉我世界的冷漠，沿路的坎坷，但你从未放弃我。感受我跳动的脉搏，眼眶发热，你用泪水灌溉出花朵。哟，安娜，来之前也不打电话去？吃饭了吗？没呢，肚子还饿着呢。准备。不就是一顿晚饭吗？用得着这么隆重吗？明天下午啊，是在世纪酒店由我负责的周年酒会。你一定要参加啊！这可是我回国之后的第一个作品。我都快要吃人家的嘴短了，敢不去吗？哎，我去开酒。小爱怎么了？小爱对蕾丝过敏，现在整个身上都红了。小爱别挠，会挠破的。这下怎么办呀？酒会上小爱穿什么？不如我再找找其他衣服，能不能穿吧？那些旧衣服都穿过了，还怎么穿呀？不是让人家笑话我们买不起衣服吗？你也是的，照顾小爱又不是1、2天了，你发现她蕾丝过敏，怎么不早说呢？对不起，是我没注意。这什么时候买的衣服？我怎么没印象啊？这件衣服是我给小爱做的。小爱，这不是今天要穿的。小爱，今天是个很重要的日子，这些乱七八糟的衣服不能穿。我们还有时间，妈妈带你去买件新的。小爱乖，听话。哎，怎么了？哟，看看小爱，这个衣服不错呀，和一般给小孩子穿的礼服不同，即使穿在大人身上也很有特色。你的眼光真好。是啊，小爱要参加这么隆重的场合，我特意请设计师设计的，是我亲手做的。安琪也帮了点忙。小爱，你喜欢吗？那就穿上吧。还是你细心，能让小爱这么开心。安琪，你这身衣服也很漂亮。
娜呢？有没有人看见安娜？她1个小时前就离开了，说是去接人，马上就回来了。是的。奇怪，没有客人让她亲自去接呀。哇，什么情况？他们俩怎么在一起的？那不是宋氏小老板吗？安娜去接的人就是他，他们看起来好像很亲密的样子。男朋友吧？是的。哎，是不是呀，缇娜姐？宋氏小开是不是安娜男朋友呀？少八卦，都去做事。陈浩，对不起，我知道你不想来宋氏的酒会，可是这是我回国之后的第1个项目，我很希望你能为我加油。我保证，在董事长来之前让你离开，不让你见到你不想见到的人。而且，你不是答应我一件事情吗？好吧，真是让你给打败了，那我就勉为其难让你带我参观一下。你还是这个酒会第1个客人呢。走吧，我给你介绍一下我的上司。Tina， 这是陈浩。陈浩，这是我上司 Tina。宋先生，你好。你好。能给我个荣幸，为2位服务吗？天佑老师，你怎么会来这儿啊？时装界的盛会，我来很正常。小公主，你想吃什么？小爱不要怕，他除了呢会抓别人去剪头发以外，天佑叔叔还是个很好的人的。不过我们小爱今天头发很可爱。他应该不会对你下手的，我给你切蛋糕好不好？你觉得我怎么样？说实话。当然说实话了。以前呢，觉得你很漂亮，可现在呢？哎，我说的是酒会好不好？是啊，我是觉得你以前很漂亮，可今天呢？只能放在第2位了，因为你的第1位是能力。才会了几天你就学坏了，也不知道是讽刺还是恭维。当然是恭维了。好，不管怎么样，我一向把讽刺当恭维。你说是你那个妹妹安娜吗？现在已经不是了。时间差不多了，那我先回去了。天佑老师，如果你有急事的话，就先回去吧。好久不见啊！你怎么到美国读书之后就像人间蒸发一样？我还是听宋叔说你回来的消息。哟，你怎么也来了？你们认识啊？哼，你该不会是被这个间谍也给缠上了吧？你说什么呢，陈浩？我们都认识5年了，你们不会是有什么误会吧？没有，只是碰到过几次。哟，
你说的好简单啊，只是最近见过几次。我说让你说句实话，怎么就那么难啊？啊？安琪，程浩就这个性，你别介意。小爱，我们是不是要去找干妈？跳老师，我们先走了。走吧，小爱。陆满清也来了。程浩，程浩，曼青啊，这下你可真是熬出头了。看你这身打扮啊，简直比那个周美玲更像宋夫人了。可是我听说叶露露也会来耶。她来干什么？这是宋氏酒会，她有什么资格来参加？就是啊，这样的场合只有正儿八经的原配才能参加。她一个小三的身份，要是裴龙真的带她来啊，岂不是不把曼青您看在眼里？不过听说叶露露是知道曼青要来的，才要求裴董。哎，这是什么话呀？我们曼青好不容易才熬到了今天，曼青简直是比原配还要原配，她凭什么跟曼青相提并论啊？小爱，是给我的，真乖。陈浩，怎么说话呢？你有什么资格这么叫我？干嘛这么紧张啊？我只是有一些意外。意外什么？意外我出现在这儿，还是意外你出现在这儿，还是意外我们两人都出现在这个地方？据我所知，像这种正式的宴会，不管是高官政要还是业界名流，都有统一的默契，不会带外遇参加的。您是不是走错地方了啊？宋先生，请你说话客气点儿。今天是你父亲正式邀请我来的。正式宣布你从地下转正了，是吗？程浩，你冷静一点。你的手段真是高明啊，利用我爸的酒会来抬举你。不过我告诉你，不管怎么抬举你，他都不会娶你的。曼青，我看我还是到外面去等你吧。曼青准备好了。哟，程浩也在，太好了。程浩，我一直都盼望你能够和我，和那些为公司打拼的员工们，一起来为我们宋氏成立25周年庆祝一下。庆祝什么？庆祝我妈刚去世就有人来代替她的位置？你别怪我没礼貌，我做不到。告辞了。陈浩，董事长，对不起。李媛，去拦上他，别人还以为是我逼走他的呢。算了，随他去吧，有他在只会更麻烦。你不去，我去。哎，满清，怎么程浩跟宋叔的关系变得比以前还糟？程浩，你别走那么快啊，程浩。你看见叶露露身上穿的衣服没有啊？怎么跟陆曼青穿的一模一样啊？这下可有好戏看了，狐狸精就是狐狸精，臭味相投，连眼光都跟我们不一样。真是。程浩。
变主意了，赶快站个好位置，看好戏吧。原来是这样。你不觉得在现在这种情况下，你应该离陆曼青远一点吗？你这么简单，干嘛夹在他们中间啊？这么复杂，这么纠缠。我放不下小爱。怎么回事嘛？撞衫已经够尴尬的了，居然和那个女人撞在一起。没那么严重吧？不要太在意。怎么能不在意？你不知道外面那些人怎么说我？真不愧是小老婆，连挑衣服的眼光都一样。你让我怎么出去见人呢？董事长，客人到的都差不多了，大家都在问怎么还没有见到您，所以是不是请您？知道了，我们马上出去。下去吧。我有办法，麻烦您把礼服脱下来好吗？您是跟饭店借的，可能不太专业。可以，我想没问题。谢谢你，来，再见。天佑老师，衣服我拿来了。很好，就这样吧。啊，等等，去哪儿啊？就这个东西啊，你让我变出花样来，我可做不到。那你现在要去哪儿？我也不知道，要不先去市场看看，看看有什么面料。哎，买面料？你现在去买面料，半个小时都过去了，酒会马上就要开始了，怎么办呀？要不这样吧，我们分头行动，你先把它拆了，我去看看。天佑老师，天佑老师。安娜，撞衫的事情我有听说，衣服是你帮陆曼青挑的，不会有事儿吧？应该没什么事儿，你别担心。好，那我先去忙。对不起，陈浩，让你见到了你最不想见到的人。千万别这么说，我觉得越来越有意思了。我现在很想看看他的表情是什么样的。喂，安琪啊。喂，天佑老师。啊，你在哪儿呢？我的衣服已经快拆好了。是吗？那不错啊。不过很抱歉，我今天也不知道为什么这么堵车。我看来一时半会儿就回不去了。你回不来，那怎么办呀？我衣服都拆完了。哎呀，我也没什么办法。要不这样吧，安琪，你自己看着办吧。别呀，天佑老师，天佑老师。这可怎么办？
安琪，该到你发挥潜力的时候了。衣服设计得很新颖啊，和一般给小孩子穿的礼服不同，即使穿在大人身上也很有特色。董事长夫人，客人已经在催了。这样，让客人们再等一下。哎。到现在主人还没出现，宋董事长的面子也未免太大了吧？是啊，怎么现在还没？你看谁动？董事长夫人，客人已经在催了，真的不能再等了。李媛，你快去吧，不用管我了。张秘书，备好车，开到酒店的后门。哎，安琪啊。穿成这样怎么出得去啊？我不能让你丢这个脸。夫人，夫人，衣服改好了。还以为是什么狠角色呢，不就是一件衣服撞衫吗？这就不敢出来了，不过如此啊。非常感谢大家的光临。首先，我要向大家为我们的晚到说声抱歉。其次，我要向大家正式介绍我身边的这位女性，她就是陆曼青女士。我先走了。哎，我送你。月光，眼角的霜，望不穿的远方，流浪。再见，年少之狂，爱恨心伤，编织的一角残留着余香。天佑老师，你真的是堵车堵到现在，所以才刚刚赶回来吗？又被你发现了，看来下次不能再这么骗你。你别再骗我了，我都快被吓死了。我也是迫不得已啊，因为有些人就是不相信自己的能力。天佑老师，我真的快被吓死了，万一我真的做不出来呢？但你做的，而且做的超出了预期的效果。你现在应该为自己感到自豪。眼眶发热，你用泪水灌溉出花朵。安青啊，
今天幸亏有安琪帮忙，要不然我真的太对不起你了。别这么说，礼服是我选的，又不是你挑的。我是说陈浩，没想到他今天会来，要不然我也不会提议带你和小爱出席。今天的事情我也有错，毕竟美玲的葬礼才过去不久，我们都没有考虑陈浩的感受。梨园，你只要和陈浩能相处好，我这边你就不要顾虑了。谢谢你对陈浩这么包容，还帮我想办法把他留了下来。我想，或许正是因为太包容了，所以才让陈浩一遇到什么不顺心的事情，就拿美玲当借口。你这话什么意思？我想，要修复我们父子关系，前提必须是让陈浩学会面对现实。只有在现实中受苦受累，他才能体会我的苦衷。所以，从现在起，我必须负起一个父亲的责任，重新教导陈浩去面对他自己的人生。那我走了。怎么不去房里睡呢？在这里睡会着凉的。我只是躺了一下嘛，没想到睡着了。你呢？这么晚才回来，是不是敌情如何？哪有什么敌情啊？就是跟浩明去看电影啦。你跟浩明啊？有必要这么惊讶吗？你又不是不知道，我是个人从来不记仇的，而且有仇都已经当面报啦。你呢？酒会好玩吗？还说呢，你都不知道，差点被我们董事长的儿子还有酒会被我们董事长的儿子搞得一团糟，你都不知道。每次他在的时候，我都要死几万个脑细胞。真不明白，我们的董事长这么有素质的人，他儿子怎么那么粗鲁？那时候他的儿子是那种典型的富二代，要是让他失去生来就有的幸运家世，你看他的任性啊，还有谁会买单？哎，对了，袁熙，你知道吗？我改的那件礼服得到大家的赞美的时候，我真的很有成就感，就是那种设计师的成就感。可是我又很矛盾，我回到家以后，想起宋承浩痛苦的表情，我又想，我是不是不该帮陆曼青啊？毕竟他是个不光彩的角色。你还是以前一个样子，喜欢以退为进，喜欢勾引别的男人，怪不得你在陆曼青嘴下做事。你们根本就是一丘之貉。喂，董事长，哦，让我帮什么忙啊？宋承浩。董事长，您能不能换个人帮忙？说实话，我跟他有一点点小过节。那正好，就是因为有过节，你才不会被他拉拢。安琪，你就帮我这个忙，我不会亏待你的哦。哎，对了，
你不是对服装设计有兴趣吗？我可以帮你安排在公司的服装设计部门做助理啊，你看好不好？不行，这样我就更办不好您交代的事情了。那为什么呢？因为如果是为了给董事长您办事，我还觉得是因为道义，我还能好好做。但是如果为了我自己的个人利益的话，我真不知道怎么面对宋承浩。董事长，为了让我能够好好的在宋承浩面前抬头挺胸的做人，您最好别对我这么好了，最好能把我的工资都扣了，这样我心里还平衡点。这个丫头啊，就这么定了。哎，服务员，先生您好，请问您需要办理什么样的业务？我家里面电脑上不了网了，你帮我查一下，这我地址。哦，好，您稍等一下。啊，先生您好，您已经办理了停机的手续。啊？我看一下，哦，是一位小姐帮您办理的，给。难道是她？老师，今天怎么有空来这儿？上次宋叔找我合作，我实在没有办法，所以今天来特意带了几个曾经合作过的设计师名单给你。宋叔，董事长，之前您让我办的事情我已经办好了，麻烦你了，谢谢。那你们先聊，我先走了。天佑，你跟安琪以前就认识？那天酒会上，好像你们俩聊得很熟啊。他大学的时候我就认识他了，那个时候的他跟现在一样，都是一个非常有设计天分的女孩，只是造化弄人啊。没想到现在他会是在您这儿。大学的时候，你现在是不是很想帮帮他？宋叔，一个人的天分是上天给的礼物，我们谁都没有资格去浪费它。无论是别人的还是自己的。要是你这么急切的想收留的人是陈浩，该多好。陈浩的性格实在不适合我去干涉，所以我只能对您说抱歉了。你不用抱歉，我就知道你会这样回答。不过刚才听你说到安琪，我倒突然有一个想法。什么想法？天佑。我们做一个交易如何？你要是肯到我公司来啊，那我真是求之不得。不过呢，我们公司太小了，庙小容不下你这尊大菩萨。还向我向你的父亲问好，好吗？别开玩笑了，宋大少爷。宋少爷，行了，别说了，我知道了。宋少爷慢走。喂，天佑。再来一杯。什么事情把你气成这样啊？你不是一直说自己是超理智、超冷静的吗？我真是搞不明白这些人到底是怎么了。我明明是有名有姓的，我叫宋承浩，他们都口口声声在叫宋大少爷，宋大少爷。对，我是宋氏的第二代，又怎么了？500枪关我屁事啊！天天顶着这么个烂头衔，害得我连工作都找不着。你在找工作啊？是啊，没钱的要找工作赚钱了。比尔盖茨的孩子不也是这样吗？说的倒是没错啊，
但据我所知，你不是刚继承了1笔遗产，这么快就没钱？我没有继承遗产，我也没要宋理渊的钱。没想到你很有骨气嘛，长大了不少。我就是看不惯他的所作所为。为了那个陆曼青，想要卖掉我妈妈的房子，还好被我给阻止了。不过现在倒好了，我住我自己的房子，竟然还要付房租。你听说过这么奇怪的事情吗？天佑，只要你能办到收留陈浩，我就把安琪派到你公司，你看如何？可是我已经邀请过他，而且他也拒绝了我，拒绝了我的同情。倒是一个有个性的女孩子。不过你放心，只要你办到了收留陈浩，我就有把握说服安琪。其实你父亲拜托过我，希望我说服你到我的公司上班。如果你还把我当成你的好朋友的话，我跟宋理渊之间的纠葛，你最好别插手。我不是来做他的说客的，我只是觉得，既然你需要的只是一份工作，又何必那么抗拒？我这儿的薪水呢，虽然比不上宋氏，但却足够生活。这不刚好中了他的圈套？算了。陈浩，你父亲的话，就一定是错的吗？你也没有必要因为他的想法而耽误了自己的人生。你有没有想过，你到底想干什么？玩具设计啊。玩具设计。既然你因为你父亲的缘故进不了这一行，为什么不考虑一下变通呢？服装设计也是设计，而且我相信你在服装设计这一行也会得到很多经验。以后再说吧。再来一杯。宋叔，上次您拜托我陈浩的事，我已经说了，但同时呢，也被他拒绝了。不好意思啊，接个电话。陈浩，喂，天佑，那天你说的话还算不算数啊？什么事啊？收留我啊！哎，我告诉你啊，我有2个条件：第一，不做设计；第二，不做经营。我只做最底层的门店服务员。我倒要看看宋理渊要把他的脸往哪儿搁。好，那礼拜1店里见。
陈浩答应了，总算。那您上次说的交换还算数吗？当然。请进。董事长，您找我。哦，安琪，有件事情，我想当面通知你。宋氏的清洁工试用期，你没有通过。另外，万青那边的工作做到今天就好了。小爱呢，我们也会另外请人照顾的。董事长，是不是我做错了什么？你没有做错什么，只是你现在所做的都不适合你。我不明白。啊，从你给小爱缝制的连衣裙，到酒会上帮曼青改造的礼服，事事都能体现出你的智慧和才能，是在服装设计上。正好我有一个朋友需要找助理，所以我想把你推荐过去。董事长，您说的朋友是赵天佑设计师吧？我不知道你的境况如何，但是我敢肯定，你现在需要有一个人推你一把。这样吧，宋氏和曼青那边你就不要再来了。至于天佑那边，你什么时候过去，自己决定。才明白，我不该拘谨。